市局指派施广陵降任长风支队，他现在是管事儿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以前是从长风出去的。现在局面这么难看，派个老手来坐镇，也说得通。刚才是他亲自给我打的电话，关洪峰顾问的身份又恢复了。 于情于理于规定，你现在都应该暂时的停止工作。可是话里话外，我也听出来了，之前虽然是海港支队一直在调查，但我敢肯定，你不想置身事外。这样吧，这些日子呢，有点时间就自己安排。听说那边正在尸检，你想干什么？ 我也不管，我也管不了。小乖，小周，你们俩尽量多陪着他。我看道上说，你们俩是校友，我可不希望这个时候小周出现什么问题。你们先去忙吧。 是局长，您特意找我回来，就是为了确保小周不会出什么事儿。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小赵的事情，你的任务和他差不多，在中间加一个稿子就可以了。小周，哎。 郭老师，早点回去休息，啊！我也先回去了。刚才师局他回去早点休息吧。您放心，我就是去海港支队那边问问法医有没有什么结果。好吧，那我先走了。嗯。走。 你父亲的直接死因是继发性器官衰竭。那这些毒物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技术队从他办公桌上的那杯饮料中提取到了同样的毒物，两个样本的成分配比完全相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喝的那杯饮料被投了毒。要我说啊，这
这个制毒的人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背景。另一方面，所有的有毒成分都可以从正常渠道购买的原材料中萃取出来。但毕竟这些东西是有剧毒的，原材料就这么容易购买，那萃取过程不会很复杂吗？当然，而且大部分含量比较低，萃取出来很费劲。可能从化工原料中萃取更容易，但是这部分呢，我就不大清楚。可，您怎么就知道凶手一定是从原料当中萃取的呢？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毒物实验室当中偷的这些啊？应该不会。如果是从实验室偷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纯度更高。譬如说，尸检中发现的硒含有过量的有机硒，这是很多化工和农副产品都含有的。如果是从实验室偷提纯的成品，不如直接用亚稀酸来的更有效。那如果我们逐一排查周围有购买这些原材料萃取物的企业，有没有可能找到线索？关于这部分，我想你们的官队比我更有发言权。好，谢谢何法医啊。谢谢您啊。不客气。法官，来了。领导，咱们这码的什么局啊？也不告诉我一声。叶方舟现在跟只疯狗似的，老刘也牺牲了，他要被拘起来了。咱们长风支队整个已经瘫痪了。几年前，刘长勇在咱们支队内部做了全面的毒质调查，虽然提出了叶方舟，但恐怕还是遗留下了腐败分子。叶方舟呢，只是个中间环节，他所涉及的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据我们所找的情况推断，这个组织等级分明，分工明确。而且利用多种腐化手段，已经渗透进公安系统内部，为他们提供情报和保护伞。现在有证据表明，他们早就有加害支队领导的意图。之前周迅在私下里也跟我说过这事，这么大的一盘棋，你自己下得好吗？看我的造化吧！由于牵扯到内部人员，在没有完全摸清他们的情况之前，我们决定了先不要打草惊蛇。可是，没想到，这事风险太大。老关，只有咱们俩是无牵无挂。我希望能把刘长勇和他闺女从这事儿里面撇出去。从这些材料当中，我找到一个共同点，很可能牵扯到……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别碰这事儿。没几天就退休了，你瞎掺和什么？你少给我耍三星子！我刘长勇也是堂堂正正的副支队长，这件事我管定了。行，你管啊！告诉你刘长勇，你他妈这是找死！我回办公室之后，我一想，这光吵架没用啊，干脆我就把顾局的想法直接告诉他算了。我回找他，老刘，但是他不在。老刘，嘿，哎，老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咱哥俩溜达溜达去。刘长勇的牺牲，
是我们都没想到的意外。对，但据我判断，其实他们那杯奶茶想毒死的人是我。这也是我绝对没想到的。过去，老赵，我们俩单聊2句，啊。我先走了。我算是明白了，人的主观意识真的是很奇妙。自打我识破你们哥俩这把戏之后，谁是谁，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既然说过不相信我是被冤枉的，为什么不戳穿我呀？你没和他说什么吧？那就好。有俩事儿，我想问问你。第一，你们哥俩为什么要互换身份到支队来？虽然你学的越来越像，但不嫌风险太大吗？你记得有一次跟我哥出任务吗？也就是500牺牲他受伤的那一次，在一个黑暗的集装箱里，他留下了后遗症。不会是说他现在怕黑吧？医学上好像管这个叫什么感光性癫痫的逆反应。原来如此。啊，这第二个问题，从那次他在火车站逃跑，我就觉得他背后有人帮他。那时候你在江州，换句话说，是有人，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在暗中协助着你们。那些人是谁呀？有没有支队的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出手相助的，不但冒了极大的风险，而且也是坚信我是被冤枉的。也许你这么问没有恶意，但是如果我说了，就等于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出卖朋友的事我干不了。够仗义，但我也想告诉你，有时候越亲近的人，也不见得可信，包括你哥。213的物证我让小周调出来了，本来昨儿想给你看的，我知道你一定感兴趣。关队，小周还没走吧？还在办公室呢，说有些事儿需要处理。对了，海港那边的状况，碰的结果……没事，我自己问他吧。
但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一定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王哥，房屋证。来，签个字。好嘞。谢谢啊。关队。哎，小王，小周刚才把物证还回来了吗？还回来了，你俩前后脚的事儿。行，你让我进来一下。哎，啊，是这样，小周不知道，我们刚才在勘验物证的时候，不小心把桌上的胶水给洒了。你赶紧查一下密封袋封好了没有，我怕污染物证。哎，就这个小子。哎，给您。呀，这个小周呀，真是的，看物证的时候怎么能把胶水放边上呢？粗心大意。小周做事也不小心着点儿，天到晚毛手毛脚的，哎。看来没问题。是，没有问题。虚惊一场。哎，等一下。哎，好嘞，好嘞。那您慢点啊。小周。喂，我有事跟你说，天台见。你在哪儿？喂，喂，有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见得可信，包括你哥。王宇，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你会怎么办？谁他妈叫你小白来的？你想死别拽身上！你这么做给我破案带来多大的麻烦！我真的没事，我压根就没去过那狗屁小区，我是警察，只相信正义。慢慢的，这算不算杀人呢？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周世龙死了怎么办？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必须有牺牲的精神和觉悟。没想到，你作为一个警察，竟然这么狠，就算你是我弟弟，我一样会把你送进去。你知道清一东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那一刀是谁扎的？你知道那30多刀是他妈谁划的吗？我早来自首。你挺聪明是吧？你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那武玲呢？怎么死的？别再跟我提了。你是刻意在向我隐瞒一些事情。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真的怕我一露了马脚，我就毁了你的一切。我们这走自作聪明就变成自投罗网了。我一天到晚戴个白手套，我还像正常人吗？我毕竟不是你，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提心吊胆。你永远你有替我考虑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清楚我是冤枉的。像被冤枉的这件事，你知道的比任何人。
可你一个字都不跟我说。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阴沉，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对月，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相信我，我真的没杀人。为什么在这交接？因为家里不够宽敞。什么意思？你疯了！灭门惨，物证我已经看过了，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如果里边的 DNA 跟我的相吻合的话，那他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你跟我说实话，吴征一家5口是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陷害我？你说话呀！你把所有的人都当傻子一样耍，连你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门，根本不是什么狗屁恐惧症，是你心里有鬼。关洪峰，我敢堂堂正正的说，我没有杀害吴征一家5口。可你敢吗？啊！你他妈说话呀！我希望你还是能冷静一下。就算是你刚才猜的是真的，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眼下这个状况，大哥还不满意吗？大哥是想收拾烂摊子，没想搞出更多的首尾，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关老师？学院派精英，人也挺和善，有点高冷。那你觉得他来队里做顾问，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估计，他是想找机会
接近他弟弟的案子吧。不过这在队里也不算什么秘密啊。他弟弟的案子我不了解，但是不管真相怎么样，毕竟是亲兄弟嘛。我在他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发现他异于常人的缜密、严谨、理智。这样一想想，他因为当初被禁止调查关宏宇的案子，愤而辞职，很蹊跷。怎么讲？你看我就明白了。就因为我是队里的现职刑警，再加上周队的嫌疑又大，所以我爸的案子就被移交给海港支队了。那当初如果关老师没有辞职的话，那他弟弟的案子恐怕也移交给其他的分院局了。那如果他再想接触这个案子，岂不是就更难了？关队，这是通过海港支队的毒物检测结果，找出了本市所有拥有这些毒物萃取原材料的化工企业，打算对这几家进行排查。这么多家企业，就排查这几家？我先挑选出了在相同或相似的时间里同时购买这些萃取原材料的企业，再通过萃取原材料的用途和企业的生产范围之间的对比，把排查范围逐渐缩小到了这3家。一起去看看吧。好。他们怎么才来啊？现在情况紧急，我也不好脱身。大哥现在什么意思啊？大哥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到处给你擦屁股。他让我接到你之后，马上跟他联系。别怪我，兄弟。要怪就怪大哥不该派你来杀我。刘队是昨天的夜班代班领导，可能是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孩子，接上那小子了吗？可别让他跑了。腿长在我身上，现在这事儿，他说了可不算了。行啊，有你的。不过你可想清楚了，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跟大哥最好还是祈祷我能安全。被你们杀和被公安抓，你猜我会选哪一个？动动脑子，如果把你杀了，关宏宇肯定会意识到你是被灭了口，背后还有其他的人。留你活着，大家反而更安全。而且你心里最清楚，眼下这个形势，只有大哥有能力送你安全离开，甚至出境。行，只要你们安全送我离开金港，我就能交出关宏宇。这个提议倒还有趣，不过你最好先收拾掉首尾。什么首尾？化工厂的黄山，还有长春的乔瞎子，这2个人都是可以直接支撑你的。黄山还好说，可是乔森他们，大哥已经派娃娃去解决乔森了，你只要把黄山料理好就行了。喂，怎么样了？刚找，有点扎手。不用了，马上回来。啊，别急呀，半天时间，我最多就需要半天时间。大哥让你马上回来。啊，那不需要我替那些叶子小子收拾残局吗？不需要了，你回来把他收拾掉就行了。
是吧？农家机场。谢谢了，好，再见。那现在应该就剩这一家了。天快黑了，关老师，您看我们要不要先回队里，明天再来查？别废话了，接着查，赶紧上车。走。我说叶青，你让我干的事我都给你干了，你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郝然，我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走。是叶方舟的车，走，小心一点。关队，没事吧？没事，可能有点累，快去查车，别搞我。跪！嗨，他们姓叶的。你他妈卸磨杀驴呀你！咱先不说你以前白粉生意赚了多少钱，就说你想害死公安，叫我配毒药，哎，毒药我也给你配了，你也得手了，你他妈现在对我这样，啊，有种的，你这老大过来给咱评评理。黄山，你怎么就没有想过？杀驴，就是大哥的意思。不可能，不可能！我有手艺，不像你四处惹事儿。你有什么本事你？就算是，一定要先除掉你这个麻烦。没错，我现在是很麻烦，所以我找你来顶包。叶方舟，你的罪，谁都替代不了。周书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要再继续假惺惺的了。我没有想过你爸会喝那杯奶茶。不要再说了。没错，当初是你爸害我离开警队的。但是就算为了你，我也没有想过害他。你以为你害的是其他人，我就会原谅你吗？书童，你听我说。把枪放下，你也别动。叶方舟，把枪放下。师姐，快去叫增援。你别动！我答应过不伤害你，但是别人我可不管。你敢？你他妈看我敢不敢？叶方舟！师姐，快去叫增援！关老师，没事吧？快追！待在这别动，增援马上就到了。快追！
周书童，我对你处处忍让，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往死里逼？你不好好想想你自己做过的事，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周书童，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没错，我他妈是不是好人？但是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单纯吗？啊，对了，还有你敬爱的那个关老师，他给你。谁？师姐，关老师。你，我送你一程。你不是警察，你哪头的？都算不上，帮朋友个忙。兄弟，不管你是哪路神仙，高手，放我一把，还我日后知恩图报。可你看，我都来了。你再不让来，别他妈怪我不客气。登城上路这种事儿，不用客气。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映
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